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这个跟中国没什么关系。然后这个两房危机开始以后，我们知道了中国要损失好几千亿美金，但是没什么办法，对吧？因为这是一个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所以最终也没有追究，甚至没有指责过任何人。随着这场危机，是吧？一转眼10年、11年过去了，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再想一想，上一场危机是怎么解决的？小一点的，70年代有一个石油危机，是吧？那个其实跟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石油美元有关。再前面一场，人们印象中的最大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1929年开始到1932年。那么美国损失了70%的农业，65%的汽车制造业，失业率达到24%。美国人认为应该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给他一个合法的独裁来挽救美国。最后我们看到了对内，他采取了必要的邪恶，是吧？出台了罗斯福新政。对外呢，对外伸出了肮脏的黑手，既容忍了欧洲的法西斯，也向日本出售石油、出售废钢铁。他不知道日本在侵略中国吗？1931年就出现了东北的这种日军占领北大营的事件，最后整个占领了东北，知道呀，对吧？那么美国当年允许的这些有限的独裁，影响了后面几十年来的美国政治。美国人被认为他们必须要容忍有限度的这种独裁来换取经济危机的解决。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黑人的政治家曾经提出来，罗斯福因为了获取南方这10几个州的支持，默认了种族隔离政策。其实美国黑人可以早20年获得解放。那么一转眼到了今天，是吧？90年过去了，我们终于看到了属于中国的1929。中国这次呢，是跟国际社会完全形成了对立，他要封闭进行自循环，他不在乎国际社会给他任何压力。你要让我调整经济结构，你要让党不管经济，这其实跟共产党自杀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选择了重新回归计划经济体制，多余的劳动力撒向农村，没有工作机会往农村安排人呗。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票证经济的影子，票证经济、计划经济其实都是暂时经济。那进入这个状态以后，全国人民将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那种火红年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从钳制你的言论到钳制你的思想，是吧？然后呢，按照你对政权的
这种必要性来分配你的生活物资。说白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锅饭。进入封闭的自循环以后，中国目前的工农业经济都会发生天大的变化。人们曾经认为的经济能够永远向上的这种期盼将会消失，而且会很快，今年下半年就会开始。人们一直在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其实目前看起来没有。本质上，中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社会，在人类活动中一直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的。当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接受民主政治的观点的时候，中共把它修改了一下，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民主，他创建了一套自己的方案，自己的规则。他告诉你，我们已经给你们民主了。甚至选票是吧？很多人没见过选票，那么即便你见到的人，你见到的多半是只能选必须让你选的这几个人。当然了，你也可以涂改一下选票上的名字，你选个什么铁臂阿童木啊，选个什么超人啊都可以，但是这就作废了，对吧？其实你选不选意义不大，有没有选票对你来说真的不重要。现在呢，有一个让人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年代要出现了。我们知道1939年是吧？旧金山有一个女作家叫泰勒的她原名叫凯瑟琳·克莱德曼，因为出版社考虑到这个名字过于女性化，让他使用一个男性化的名字，所以把他笔名改成了克莱德曼泰勒。完了以后呢，他出版了一本书，很短，是吧？应该按我们今天来算，应该是个中篇。这本书写了在纳粹德国出现的这个年代，1932年到1934年。美国人马丁和这个回到德国的 Max 之间的通信，仅仅12封通信，但是它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这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但是它即将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Max 回到德国以后，逐渐的疏远了曾经在美国交往的朋友，他逐渐的你可以认为他被洗脑了，是吧？他忠于纳粹德国了。那么他认为希特勒是领袖了。在马丁的妹妹向他求助的时候，他拒绝了。所以马丁的妹妹在离 Max 花园几米的地方被枪杀了。马丁的报复很现实，他没有带着刀，没有带着枪冲到德国，他选择了给他写信，让审查的人误认为 Max 是同情犹太人的。所以当马丁寄了第12封信以后，他得到了一个回函，查无此人。今后中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你想报复的时候，甚至你不需要告密，你甚至可以伪造一些书信，让曾经打过你一拳的，是吧？在学校里抢过你篮球的，让他尝一尝专政的铁拳。
中共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抗大时期，一直到文革，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人斗人。在经济出现问题，全国出现物资匮乏的时候，能够活下来，能够活得比别人好，或者仅仅是看着别人活得比自己好，自己心里不舒坦的这些人，都会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办法。今天的中国即将就会迎来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1929。前苏联还过这一刻了，对吧？当他崩溃的时候，别的不说了，他的货币10年内贬值了3万倍。那么未来的中国呢？大家还在想怎么样能保住自己的房产，怎么样保住自己的财产，保住自己的工作，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曾经被人尊重，曾经混过多少钱。其实今后这一切都会成为你的原罪，甚至你出国镀过金，是吧？留过洋，哪怕是买来的一张文凭，社区大学的一个结业证书啊，你被大家认为是海归，你被认为是虚拟经济的弄潮儿，曾经拥有过很多财富，曾经跟许多党政军群的这些领导人合过影，今后呢，极有可能都会是你的负资产。原先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反而有更多的机会，因为他们原先就一无所有，他们既没有机会装逼，也没有任何黑历史，对吧？他们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甚至运动中，他们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我们还会看到出现文革的一幕幕悲剧，同学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甚至亲人之间，不断的告密，不断的踩着别人的肩膀，甚至仅仅是为了多活一段舒心的日子。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原因进入了他们的经济危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危机。美国的1929是经济问题造成的，是经济政策造成的，可能过于宽松了，是吧？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一样，因为向更多的不符合放贷条件的人放贷，经济出现了泡沫。中国今天不是，中国今天是因为政治原因导致的经济问题。当然你从深层上说也可以说是经济问题，是吧？因为国际经济不再需要你了，你还那么装逼，你还那么拿桥，对吧？如果说你要是低下身段啊，你还有继续玩下去、继续混下去的可能，但是你非要创造出一套人类命运共同体，你要高姿态的向整个社会、国际社会表现你的大无畏的精神，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走向哪里，但是即将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惊涛骇浪，这个是玩真的啊，这个不是开玩笑。那么每一个跟中国经济有关的，都会卷入这场大潮。我们能够预警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单独属于这一国的1929，整个国际社会在静静地看着，他们不仅在旁观，也在等着有什么机会可以上去撕咬一口。因为你的经济危机对别人来说是一场盛宴，
好了，谢谢大家，再见。